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，用阴间卡组狠狠治理环境。听说最近参加决斗部的招新测试就可以获得稀有卡混沌巫师的奖励，你决定试试。规则很简单，决斗部会安排一些正式成员手类，新人可以选择任意的学长学姐挑战。查看了一下各位学长唱的卡组和王牌，随手调整卡组，呵呵一笑指名道：“我要挑战小松学长。”小松大笑：“竟敢挑战蓝宿舍的我吗？希望你的实力匹配得上你的勇气。”决斗开始，你先攻，覆盖一只怪兽到场上，然后盖2张卡，2盖请指教。小松学长点头，以巩固防守为主的棋手嘛，但你能抵挡得住我的重置攻势吗？我的回合抽卡，发动勇气魔法卡大树海，接着召唤带打蝗虫。注意了小灰毛，我可不会因为是招新考核就放水，发动魔法卡黑洞，双方场上存在的所有怪兽全部破坏。霸道的引力瞬间将盖夫的小怪兽和小松的蝗虫全部吸了进去。你呵呵一笑，我盖夫是3眼怪。这张卡送到墓地时，从卡组把攻击1500以下的怪兽加入手牌。我加入的当然是攻击1400的魔导兽克尔伯洛斯。那么我这边使用带打蝗虫效果，这张卡从场上送墓时，可以从手牌把一只昆虫族怪兽特殊召唤。出了吧，等级8 4连杀手，攻击力2300。一旁新生惊呼，用黑洞将对方清场的同时，还触发了带打蝗虫的效果。一上来就召唤出王牌怪兽，不愧是决斗部的主力啊！还没完，勇气魔法大树海效果，自己场上昆虫族怪兽送去墓地时，从卡组把有着相同等级的昆虫族怪兽加入手牌。我加入的是另一张带打蝗虫，上了4连杀手，直接攻击。即将攻击到的一瞬间，单点翻开后场，陷阱卡雷破，丢弃张手牌，破坏场上任意一张卡，将4连杀手破坏。轰隆一声，昆虫瞬间炸裂。你的收出还没结束，并且我从手牌中丢弃的卡是黑森林女巫。这张卡送墓可以从卡组检索手背的1500以下怪兽。我把手背的1500以下的首领扎鲁格加入手牌。小松冷哼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露出空场的破绽话？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魔法卡死者苏生，将墓地的怪兽复活，回到我的场上吧。4连杀手，接着盖人卡到场上，回合结束。到你的回合，魔法卡天使的施舍，抽3张丢2张，并且丢弃的其中1张是补偿的宝扎。这张卡从手牌送墓时还能再抽2张，看脸手牌不是很理想啊，那就先用张魔法卡压压惊吧。发动魔法卡尖刺神的杀虫剂，场上表示存在的所有昆虫族怪兽全部破坏。杀虫剂喷出，4连杀手当场裂开啊！发动什么玩意儿？那个小范小弟，你卡组平时就带这东西吗？你摇摇头，当然不带啊。那你当然是为了打学长临时塞的呀。小松眼前一黑，你小子特喵还挺诚实的呀。他感觉自己的右手在蠢蠢欲动，我要召唤我的右手。不行，我可是学长，这是神圣的决斗，要做好表率，不能违反决斗规则。深吸口气，这个瞬间大树海效果发动，昆虫族怪兽破坏送墓时，从卡组把同等级加入手牌。我将等级8恶魔铲土虫加入，来吧，我的塔马西，我的王牌。你呵呵一笑，通常召唤首领扎鲁格，战斗阶段直接攻击。扎鲁格2枪射出，小松道这种程度根本。扎鲁格的效果基于战斗伤害的时候，可以随机舍弃对方1张手牌。小松紧张起来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关键卡恶魔铲土虫被毙掉的概率是1/2，那可不行。打开该卡，陷阱卡第6感，在1到6的范围内宣言2个数字，由对方投出骰子，如果丢出数字是宣言数字中的任意一个，那么我从卡组中抽出那个数量的卡，如果没猜中，我从卡组上方把那个数量的卡丢去墓地。我宣言的数字是5和6，骰子最终滚落在数字5。小松大手一挥，很好，我要抽5张卡，这下概率瞬间变成了1/7。果然，扎鲁格一枪贯穿1张卡，嘎嘎，根本没打中。看来幸运女神今天是站我这边的呢。下回合我就将呼唤我的塔马西获得胜利。可下一秒你翻转盖卡，魔法卡收押，支付1000点生命值，观看对方的手牌并挑选1张丢弃。来，学长看看手牌。小松学长，等等，我可是学长，要做好表率。小松一脸便秘着手牌，哦，请学长把你的塔马西丢掉吧。小松好难受，艰难抽出他心爱的王牌，丢进了墓地。你不急不缓继续道，接着我从手牌中发动这张卡，勇气魔法除虫网，只要这张卡存在场上，对方场上所有昆虫族怪兽不能攻击宣言。小松一口老血喷出，场外不少观众也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您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对面决斗是吧？你又盖付2张卡到场上，好心提醒对面，到你的回合喽。学长怎么不抽卡呢？是不想抽吗？小松咬牙切齿啊！我的回合，现在场上已经被除虫网封锁，他的卡组没有任何办法进攻，并且这个阴间人又盖了2张卡，这个时候只有1张卡能拯救他了。把肘击的冲动全部灌注进这赌上胜负的一抽，我要抽卡。翻着手牌，奇迹居然出现了，发动魔法卡大风暴，双方场上所有魔法陷阱全部破坏。
瞬间风暴席卷，你的冲锋网被搅碎，后场3张盖卡也一并被吹起，大手一挥。那么在这个破坏的瞬间，我方的其中一张限定卡径直进入炮场上，攻击表示怪兽全部转防，扎鲁格变成守备表示。另外，你刚刚破坏的其中一张盖卡是魔法卡神召魔法，这张卡被对方卡效果破坏送墓时，从卡组挑选2张魔法卡在自己场上盖符，我从卡组把魔法卡增援和死者苏生盖符到场上。小松大喝一声，这样一来你就没有攻击封锁和陷阱了。发动手牌中地狱大摆渡的效果，当对方场上有怪兽存在，自己场上没有怪兽的场合，这张卡可以通过原本攻击减半的方式无需祭品直接召唤，然后装备魔法卡愚钝之斧，怪兽攻击力上升1000，效果无效化。地狱大摆渡效果无效，攻击力变回2600，接着受愚钝之斧强化上升到3600，接着我发动装备魔法消化装置，这张卡只能给对面怪兽装备，当它被破坏送墓时，给对方装备怪兽攻击力数值的伤害。我把交化装置送给扎鲁格，地狱大摆渡发起攻击，轰隆一声炸爆开，你的生命值掉到1600，接着盖服2张卡回合结束。这把稳了。他现在场上不仅站着足足达到3600点攻击力的地狱大摆渡，而且后场其中一张卡是保安球，在对方进攻时可以把那只怪兽转防，而如果被对方的魔法陷阱卡破坏，还能炸掉场上的一只怪兽。另外一张则是陷阱卡神圣标枪，在对方怪兽攻击宣言时，自己可以恢复对方那只怪兽攻击力数值的生命值。他已经毫无破绽了，完美怎么说完美？你呵呵一笑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胜利的方程式已经确定，我的回合抽卡，发动魔法卡飓风，双方场上所有魔法陷阱返回持有者手牌。小松眉头一皱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就算失去愚钝之斧的增幅，地狱大摆渡攻击力还是有2600，而他的生命值也足足有2600。难道这小灰毛还能一回合把他秒了？你翻转手卡，我发动刚刚回到手牌的魔法卡增援，把4星以下的战士族怪兽铁骑士基亚弗里德加入手牌，接着将其通常召唤，再发动返回的另一张魔法卡死者苏生，将之前通过天使式丢弃去墓地的这张卡魔导兽科尔博洛斯复活。小偷大笑，嘎嘎，招这么多杂鱼怪兽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别着急，我要使用最后一张卡是这个装备魔法叠之短剑回音，这张卡装备的怪兽攻击力上升300，并且装备在怪兽身上的这张卡被破坏送墓时，叠之短剑可以返回持有者手牌。此时没有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这就是乍一看很普通很废柴的一件装备啊。你开始操作，首先叠之短剑回音给铁骑士装备攻击上升300点，与此同时铁骑士效果发动，他不能接受任何装备卡，在被装备的时候，那张装备卡直接破坏。小松一脸懵逼，破坏自己的装备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瞬间，回音的第2个效果发动，当叠之短剑被破坏送墓时，这张卡返回持有者手牌。小松皱眉，可就算如此，也没有任何意义啊。当然有，场上另一只怪兽魔导兽效果，只要它在场上存在，每当自己或者对方把魔法卡发动，给它放置一个魔力指数，并且这张卡攻击力上升，自己身上魔力指数数量乘以500点。小松笑了，区区500点攻击，跟我地狱大摆渡高贵的2600攻比起来，简直就是等等，难道说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装备魔法卡回音再次给铁骑士装备，因为铁骑士效果再次破坏，然后回音返回手卡，魔法卡再发动，所以魔导兽攻击力再次上升500点。围观的学生们再怎么迟钝，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这是无限 loop 啊！游戏王历史上最早出现，也是需要最少主件、最容易达成的无限循环之一。叠之短剑给铁骑士装备，然后又会因为铁骑士效果自爆，再通过自身效果回收，可以一回合无限次发动魔法卡。魔导兽的攻击力正在无限增值，攻击力8000、9000，攻击力1451点。围观的学生们看傻了都，这破万攻击力，而且还可以无限上升嘛！魔导兽对地狱大摆渡直接攻击，恐怖冲击将地狱大摆渡和身后的小松通通轰飞，小松生命值归零。好啦，血压游戏王第1季的故事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啦。本作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打牌文，各种阴间操作搞人心态，看的的确是很欢乐啊。本作的作者十分严谨，基本没出现过对局中的 bug，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，真心感觉用心了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接下来是属于圆桌宇宙的彩蛋时间，在某天你的灵魂突然从一座宫殿中醒来，这里一张超大圆桌，还有10个座位，戴草帽的和戴木叶护额的呵呵一笑，哟来啦！你仔细一看，除他们以外，居然还有来自鬼灭、咒术世界的人。等等，你们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